辛苦了1年，业绩干到了第一，怎么也得发个10万8万的吧？听说今年公司赚翻了，野哥你肯定是头奖啊！我叫叶天，是这家公司的销售冠军。为了在这个城市立足，我不仅拼命工作，还帮老板的小舅子前来背了不少黑锅。我以为真心能换来真金，但事实证明我还是太年轻了。今年大家都辛苦了，特别是叶天，业绩突出。谢谢老板。所以经过公司研究决定，给予叶天特别奖励，极品黑猪肉半扇。哈，噗，猪肉！2个后勤大哥哼哧哼哧的抬上来半扇生猪肉，砰的一声扔在我面前的办公桌上，猪油还串了2下。叶天，这可是老板特意去乡下收的，纯天然无公害，够你吃半年了。这福气我们想都要不来啊！钱总，这福气给你要不要？我那是50万的业绩提成，你就给我换成这。叶天，怎么说话呢？这是公司的一片心意，礼轻情意重，懂不懂？再说了，今年大环境不好，公司能发东西就不错了。就是叶天，你不会是想要钱吧？你也太俗了，这猪肉多实惠，现在的年轻人啊，就是不知足。我看着前来那张小人得志的脸，真想把这半扇猪拍在他脸上。我知道，是因为上个月那个废标的单子，我没帮他背过，他怀恨在心，这是在故意羞辱我。行，吴总，这猪肉我收下了。这就对了嘛，年轻人要识大体。不过这工作老子不干了。叶天，你为了这点肉要辞职，你脑子进水了？不是为了肉，是为了不跟猪队友共事。这半扇猪就当是给你们的散伙饭，留着过头期吧。叶天，你敢咒我？你信不信我在行业里封杀你？封杀我？行啊，我等着。不过现在我要带走属于我的东西。我一把扛起半扇猪，猪蹄子正好甩在前来的脸上。啊，我的脸！哟，对不住，猪蹄子碰到猪头了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啊！再见吧，这破公司老子不伺候了。我扛着100多斤的猪肉走出了写字楼，身后的嘲笑声、怒骂声渐渐远去。此时的我并不知道，这半扇猪将彻底改变我的人生，而那个威胁要封杀我的老板，很快就会跪在我面前求饶。写字楼下的街道寒风凛冽，我扛着半扇猪在那儿等网约车。师傅，我是扛着猪那个。对，半扇猪。什么？装不下？后备箱塞不下吗？喂！连续被5个司机拒载后，我终于认清了一个现实，在这个城市，带着半扇猪打车比带着核弹还难。路人纷纷侧目，拿出手机拍照。快看，那个人是不是在那儿行为艺术？好大一块肉啊！这哥们儿是抢了屠宰场吗？看什么看？没见过被年货，没办法了，只能坐地铁了。哎，先生，您这个大件行李需要过安检。不是，您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如你所见，佩奇的半个身子。此时正是晚高峰，后面排队的人开始起哄。哥们儿，快点啊！我还要赶着回家做饭呢。先生，生鲜肉类，这个味道。大哥，这猪刚死没多久，新鲜着呢，没味儿，通融一下吧。我这100多斤呢。行，你赶紧过，别蹭到别人身上。苍天啊，我堂堂星海集团大少爷，为什么要受这种罪？吴杰，前来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随着列车晃动，猪肉上的油还是蹭到了旁边一位穿着白色羽绒服的美女身上。啊，什么东西油乎乎的？对不起，是猪油。你有病啊！带死猪坐地铁，你是变态吗？我去，好恶心！真的对不起，我会赔偿的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像个小丑，尊严碎了一地，混着猪油被人踩在脚下。终于到站了，我逃也似的冲出地铁站，手机突然震动了一下，特别关心的提示音是刘丽，她肯定看到朋友圈来安慰我了。叶天，我们分手吧。为什么？前来都发朋友圈了，你扛着半扇猪被开除了。叶天，你太丢人了，我不想以后出门被人指指点点，说那是扛猪哥的女朋友。互删吧。呵呵，好现实，前一秒还在叫老公，后一秒就嫌我丢人。寒风中，我感觉不到冷，只觉得心寒。工作没了，女朋友跑了，手里只有半扇猪，我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最惨的富二代？我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小区楼下，突然，一辆黑色的劳斯莱斯幻影停在我面前，车窗缓缓摇下。谁啊？这时候来炫富。少爷，夫人让我来接您回家。我在风中凌乱，手里的猪啪嗒一声掉在地上。3年之期这么快就到了，还是我妈终于看不下去了。与此同时，吴杰的封杀令已经传遍了全行业。我看了一眼地上的猪，又看了看毕恭毕敬的福伯。福伯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好了让我自己在外面闯荡3年的吗？少爷，夫人看到了热搜，说是怕您营养跟不上，连猪肉都得自己扛，这不让我来接您去吃顿好的。福伯做了个请的手势，随即看到了地上的猪。猪还要吗？还是带上吧，毕竟是我的年终奖。好的，少爷，我让人放到后备箱。
几个保镖走过来，小心翼翼地把半扇珠抬进了劳斯莱斯的后备箱。车里，我手里拿着一杯82年的拉菲，葛优躺在椅子上感叹：这就叫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上一秒还在地铁里被人嫌弃，这一秒就能在劳斯莱斯里喝红酒。不过心里的憋屈还是散不去。儿子，听说你也辞职了，正好回来继承家业吧。星海集团那个副总的位置给你留着呢。妈，我不回去。我要是现在回去，吴杰和钱来只会觉得我是混不下去才回家的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他们惹了不该惹的人。哟，有志气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要让他们跪着求我回去，然后再一脚把他们踢开。行，不愧是我儿子，那卡里的零花钱给你解冻了，别给妈丢人。您的账户到账人民币1000万元。第二天，吴杰的公司办公室，吴杰正在打电话，一脸凶相。喂，老张啊，对，我是吴杰，有个叫叶天的，以前是我手下的，手脚不干净，被我开了。对，你们千万别录用他，这种害群之马，谁用谁倒霉。吴杰挂了电话，又拨通另一个。喂，李总，对，叶天，千万别用。钱来在旁边包着橘子，一脸得意。姐夫，这下叶天算是完了，在这个圈子里，只要你一句话，他连送外卖都费劲。哼，跟我斗，他还嫩了点，一个穷打工的，拿什么跟我斗？我要让他跪下来求我给他一口饭吃。看着手机里招聘软件上的一片灰色，全部已读不回或者直接拒绝。好你个吴杰，动作挺快啊，这是要把我往死里整。少爷，要不要我去处理一下，让他们公司明天就消失？别，那样太便宜他们了，我要慢慢玩。我从兜里掏出一张黑金卡，在指尖转动。福伯，帮我安排一下，我要去个地方。少爷要去哪儿？星海集团。不过不是去当副总，那是我要去应聘。既然他们这行封杀我，那我就换个身份陪他们玩玩。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吴杰千算万算，也算不到我会去他最大的甲方爸爸那里上班，而且还是从最底层做起。正当我准备进去时，身后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，一辆路虎停在我身边，溅了我一身水。钱来从车窗探出头，一脸惊讶又嘲讽：哟，这不是扛猪哥叶天吗？怎么来星海集团收破烂？钱来，你离死期不远了，积点口德吧。我看你是疯了吧，还是想进去要饭？我告诉你，星海集团也是我的客户，我跟他们李经理熟得很，信不信我让保安把你轰走？是吗？那你尽管试试。钱来拿出手机就要摇人，而我兜里的黑金卡不小心滑落，叮的一声掉在地上，那独特的金属光泽瞬间吸引了门口保安队长的目光。哎，保安，这有个神经病，影响你们公司形象，赶紧把他赶走。保安队长还没看清我掉的卡，听到钱来的喊声，眉头一皱，走了过来。怎么回事？我是你们李经理的客户，这小子在这碰瓷，赶紧让他滚。钱来这副暴发户的嘴脸，我是百看不厌。他以为有李经理的关系就能在星海横着走。我看着走过来的保安队长，脚尖轻轻一勾，把黑金卡踩在脚底。现在还不是暴露的时候。这位先生，这里是公司大门，请不要大声喧哗。还有，这位先生什么都没做，如果您觉得被骚扰，可以报警。你一个小保安敢教训我，信不信我跟李经理说一声，让你明天就滚蛋？您可以投诉，但这里不能停车，请您马上开走。好，你们给我等着。我松了口气，捡起地上的黑金卡擦了擦。大哥，硬气。兄弟，来应聘的吧。刚才那人不好惹，你还是小心点吧。谢了，连保安大哥都知道钱来不好惹，看来这家伙平时没少作威作福。不过，在这个公司，真正不好惹的人，现在正站在你面前呢。人力资源部等待区，我坐在一群人中间，周围都是穿着得体、拿着名牌大学简历的求职者。兄弟，你也是来应聘销售的？以前哪家公司的？吴杰贸易公司。卧槽，那不是那个扛猪哥带过的公司吗？我就是那个扛猪哥。全场瞬间安静，所有人都像看大熊猫一样看着我。真的假的？真人比视频里嗨！菜。下一位，叶天。面试官是一个年轻女孩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看起来很干练。她低头看着简历，突然抬起头，不可思议地看着我。你就是叶天？那个？对，年终奖发了半扇珠的那个。不好意思，我听说过你的事。不过，我们这次招聘的是高级客户经理。吴杰公司在业内的口碑，你也知道。而且听说你被全行业封杀了。封杀是他们的事，用不用我是你们的事。我相信星海集团这么大的公司，不会听信一面之词吧？我们需要的是能力，你有什么优势？我的优势就是我对吴杰公司了如指掌，我知道怎么对付那些无良供应商。有点意思。我并没有告诉他，我最大的优势其实是我是这栋楼的主人。切，
这种底层职位有什么好应聘的？要不是我爸逼我来体验生活，我才不来呢。是啊，听说食堂连澳洲龙虾都没有，怎么吃啊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暴露身份的原因。跟这群重置在一起，怎么能搞好公司？叶天，请进。我再次走进面试间，这次只有林小小一个人。叶天，你不认识我了？你是那个在地铁上被猪油蹭到的美女？记性不错嘛。那件羽绒服可是虽然不是什么大牌，但也是我花了1个月工资买的。那个我可以赔。赔？你现在工作都找不到，拿什么赔？不过刚才你的回答我很满意，你有种，敢跟钱东家对着干。我们部门正好缺个不怕事的，所以我通过了。别高兴太早，试用期3个月，工资3000，没有提成，干不干？干。3000，我以前一顿饭都不止3000，但是为了复仇，我忍了。这是？你以为高级经理是直接当的？先从基层做起，去把储物间打扫一下。林经理，我是来做业务的，不做就走人。行，算你狠，男人能屈能伸。我穿着保洁服在走廊里拖地，同事们指指点点。看，那个就是扛猪哥，现在沦落到扫地了。真的惨，得罪了吴总，这辈子算是毁了。笑吧，尽情笑吧，等我亮出身份的那天，希望你们还能笑得出来。我正想着，前面走来一群人，为首的正是前来，他满面春风，旁边跟着点头哈腰的吴姐。哟，这不是叶天？啧，叶少爷，这是体验生活呢。这身衣服挺合身啊，比你那西装好看多了。叶天啊，你要是实在困难，可以说嘛。虽然公司开除了你，但看在同事一场的份上，我可以给你介绍个扫厕所的活，工资比这高2%。好狗不挡道，滚开！钱总。吴总，什么事？这个清洁工态度很差，影响我们心情。这种素质的人怎么能留在星海？你是哪个部门的？赶紧给钱总道歉。我没错，为什么要道歉？烦了你了，信不信我让你马上滚蛋？这个李经理，我记得是林渊手下的一个蛀虫，平时没少吃回口。好啊，既然都要收拾，那就一起收拾。怎么回事？林经理，没事，教训一个不懂事的清洁工。他是我的人。哟，原来是林经理的人啊！看来这小子吃软饭的本事还在。钱总，这里是办公区，再闹事我就叫保安了。算了，正事要紧。林经理，我们是来谈续约的。他们一行人走进了会议室，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眼中闪过一丝寒光。谢谢。别自作多情，我是怕你丢我也丢部门的脸。你也真是被人骑在头上了都不敢还嘴。谁说我不还嘴？我不仅要还嘴，还要还手。你现在的身份能做什么？清洁工能做的事可多了，比如去会议室倒茶。会议室，吴杰正唾沫横飞的走。我们的产品那是行业顶尖的。我推着小车进来，发现刘丽也来了。看到他时不时对着前来抛媚眼，我才明白他为何一言不合就和我分手。各位领导，请喝茶。放那吧。哎，等等，这不是叶大少吗？怎么现在沦落到端茶送水了？哟，真是叶天啊！你这身衣服好几天没洗了吧？一股味儿，离我远点。刘小姐，这是您点的拿铁。放那吧，真是的，刚才还说想喝星巴克，结果是你这种人冲的，倒胃口。请你们喝顿好。前来端起咖啡，喝了一大口。这咖啡怎么有点苦？钱总，这是特浓的，提神。也是，好东西你也喝不惯。吴姐也喝了一口，吧唧吧唧嘴。有点怪味，是不是过期了？怎么可能？这可是林总特供的。哦，那可能是我嘴巴出问题了。前来的脸色开始变了，从红变白，再变青。哎呦，怎么了？肚子，我有急事，先去个洗手间。前来夹着腿，以一种极其怪异的姿势冲了上去，我也悄悄跟了出去。好戏开始了，我也该去打扫一下洗手间了。以后再也不喝特浓了。我正在外面的洗手池拖地，听到动静，嘴角上扬。这时，前来的手机响了。喂，姐夫，你怎么回事？关键时刻掉链子，李经理还没搞定呢。不是，姐夫，那咖啡有毒。不说这个了，合同的事怎么样？放心吧，李经理那边我塞了张卡，他答应了。这次只要把那个劣质原料混进去，我们可以多赚500万。真的？
那星海发现怎么办？发现个屁！到时候说是物流损耗，反正李经理会帮我们兜着。哈哈，还是姐夫高明，坑死星海这帮傻 X。听此，我赶紧掏出手机，打开录音功能。好啊，不仅做假账，还敢以次充好坑我家公司，这可是实锤。录好音，我正准备悄悄溜走，突然拖把不小心碰倒了旁边的小心地滑牌子。谁？外面有人？是不是有人在偷听？给我出来！前来推开隔间门，甚至顾不上提好裤，一脸凶相的冲出来。妈的，谁在外面？眼看他就要看到躲在清洁工具间后面的我了，前来的脚步声越来越近，我灵机一动，捏住鼻子，模仿大妈方言，扯着嗓子喊：“哎呦，这谁拉的这么臭啊？把厕所炸了是吧？还要不要人干活了？”是一个大妈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打扫卫生的，那个穿西装的，你看你拉的那个样，知道素质真差。前来被骂猛了，又因为没提好裤子，有点尴尬。行行行，我出行了吧？真晦气。前来骂骂咧咧的回去冲洗，然后洗手走了。我长舒一口气。总裁办公室，我推门进去，林渊正坐在老板椅上打文件，看到我一身保洁服进来，林渊吓了一跳，赶紧站起。少爷，您这是体验生活上瘾啊？别提了，为了抓那两个孙子，我可是牺牲的。我把录音放给林渊听。混账东西，竟敢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玩这种花样！还有那个李经理，吃里扒外，我现在就让人去办了他们。别急，现在抓他们都是铁约，太便宜他们。那少爷的意思是，既然他们想赚钱，那就让他们赚个够。我们不如将计就计。我凑到林渊耳边低语了几句。妙啊，这招请君入瓮够狠。少爷，您这招比董事长当年还狠。那必须的。对了，给我准备一套像样的西装，过几天我要用。对了，另外想个法子，在吴杰办公室给我装个监听器。会议室，林渊坐在主位，李经理在一旁陪笑。李经理，最近集团有个大项目，采购额高达5000万，但是我们要找那种听话的供应商，你有没有推荐啊？有，吴杰贸易公司虽然规模不大，但老板懂事，产品也没问题。哦，5000万不是小数目，我要亲自把关，让他们老板直接来谈。没问题，我这就通知他们。吴杰接到电话，激动地跳了起来。5000万啊，发财了！前来，快准备资料，这次要是成了，我们公司就能上市了。姐夫，这么大的单子，竞争肯定激烈，我们得想点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那个负责项目的关键人物，我打听了，据说是个色鬼。你看我干嘛？宝贝，为了我们的将来，这次可能要委屈你一下，去陪那个总吃顿饭。前来，你把我当什么人啦？哎呀，就是吃顿饭，又不是让你干别的。事成之后，我给你买那辆保时捷。真的？只有吃饭？真的，我发誓。行，为了保时捷，我就去一次。我在监控器那头看着这一幕，笑出了声。前来啊，前来！为了钱，连女人都卖，你真不是个东西。不过你们不知道的是，那个所谓的色鬼老总，是我花500块请来的群演。高档餐厅包厢门口，前来把自己打扮的油头粉面，正拉着刘丽嘱咐：丽丽，待会儿那个王总要是动手动脚，你忍忍，为了那辆跑车拼了。可是……别可是了，想想你的爱马马包。好吧，但你要说话算话。我在隔壁的监控室里看着这两个奇葩，笑得肚子疼。前来为了钱，真是什么都能卖；而刘丽为了包，什么都能忍，绝配。我请的群演王总坐在主位，色眯眯地盯着刘丽。哟，这就是钱总你说的那个极品，是，这就是我女朋友，不仅长得漂亮，而且酒量特别好。丽丽，快给王总敬酒。王总，我敬您。哎呀，这手真滑。听说你以前的男朋友也是圈里的。王总提那个废物干嘛？嘿嘿，听说那个废物还被封杀了。这种男人也配有女朋友？还是跟钱总这样的精英在一起好？那是，那种垃圾怎么能跟我比？监控室里，我看着前来得意的样子，眼神冰冷。行了，火候差不多了，收网。包厢里，王总突然脸色一变。行了，酒也喝了，手也摸了，合同签了吧？谢谢王总，谢谢王总，快签啊！我还赶时间去下一站。是，我这就签。前来根本没细看条款，直接翻到最后一页，签上了吴杰的名字。他是代理人，盖上了公章。王总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，收起合同，转身就走了。成了，5000万的大单子，跑车是你的了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第二天，签约仪式现场，吴杰带着全公司的人都来了，搞得非常隆重。今天是我们公司腾飞的日子，感谢大家的努力。台下一片，我穿着服务员的衣服，端着盘子在人群中穿梭，看着他们像小丑一样庆祝。那个服务员过来倒酒。好的，吴总。
这就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叶天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全场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，我慢慢抬起头，摘下口罩，露出灿烂的笑容。怎么不欢迎老同事吗？你在这里当服务员？原来是被封杀的没活路了，来端盘子了。我就说嘛，废物永远是废物。端盘子怎么了？凭本事吃饭，不像某些人靠卖女朋友吃饭。你说什么？信不信我投诉你？经理呢？把你们经理叫来，这种人怎么能服务高端客户？不用叫了，我这就走。不过走之前送你们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合同最好再看一遍，特别是第108条。说完，我扔下盘子，潇洒转身。第108条。他赶紧拿出昨晚签的合同副本翻看，纯度99.99%，我们的批货只有80%啊！这是哪个王八蛋谈的合同？姐夫，不是标准合同吗？我想着王总是李经理介绍的，就没细看。没细看，10倍赔偿就是5亿，把你卖了都赔不起。5亿，我的跑车。我走到门口，回头看着乱成一锅粥的他们，露出冷笑。吴杰掏出100块扔给我，滚，赶紧滚，别让我再看到你。我接住钱，弹了一下，100块，行，正好购买1束菊花，到时候送去你们公司倒闭的葬礼上。看着他们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我并没有太多的快感，因为我知道这只是开胃菜，真正的大餐，明天的产品演示会上才开始。星海集团大会议室，吴杰和前来如坐针毡。虽然发现了合同陷阱，但他们还抱有一丝幻想，觉得只要搞定今天的产品演示，就能把那批劣质货混过去。如果不合格，我们有权终止合作并索赔。现在开始演示吧。各位领导，我们的产品绝对没问题，请看大屏幕。前来按下 PPT 翻页笔，大屏幕亮起，但出现的不是产品介绍，而是一张巨大的照片。我扛着半扇猪站在公司门口的背影，旁边配文：年度最佳员工奖，猪队友。全场哗然，星海的高管们交头接耳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谁动了我的 PPT？ 快关掉，快！前来手忙脚乱的按遥控器，结果画面一变，出现一张聊天记录截图。姐夫，那咖啡有毒，不说这个，那批劣质原料混进去，谁知道？放心，李经理收了钱，会兜着的。全场死寂，李经理直接瘫软在椅子上。这是批的，这是栽赃陷害。对，一定是叶天那个混蛋干的。他在哪？这时候，会议室的大门缓缓打开，我穿着这一季最新的阿玛尼高定西装，发型精致，气场全开的走了进来。找我吗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你是来送外卖的？叶总，您来了。叶总好，这一声叶总披在了吴杰和前来的天灵盖上。叶总，哪个叶总？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星海集团唯一的继承人，也是这次项目的真正负责人，叶天，叶总。星海继承人叶天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不是农村来的吗？农村来的？你是说那半扇猪吗？那是为了体验生活。不过托你们的福，体验结束了。不可能，这一定是演戏，你就是个穷光蛋。把刚才的录音放一遍。姐夫，那咖啡有毒，坑死星海这帮傻叉。李经理已经吓得钻到了桌子底下，现在还觉得是演戏吗？叶总，叶少爷，我有眼无识，在这个项目上，我确实动了歪心思，但我那是被猪油蒙了心啊！求您高抬贵手。猪油蒙了心，看来那半扇猪的油挺大。哭完了吗？哭完了就谈正事。林渊递给我一份文件，根据刚才的证据，你们涉嫌商业欺诈、行贿受贿、偷税漏税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那份5亿赔偿的合同。叶总，5亿啊，把我卖了也没用。那是你的事，法务。叶总，按程序走，起诉无节贸易公司，冻结他们所有资产，同时向警方报案，彻查商业贿赂。好的，叶总。叶天，你做的太绝了，你不就仗着家里有钱吗？有种单挑。单挑，你也配？我站起来走到钱磊面前，他虽然比我胖，但在我的气场压制下，吓得直退。当初你羞辱我的时候，想过有今天吗？你说我不配吃好咖啡，说我是废物，现在谁才是废物？保安送客，我不对，送去派出所，李经理也一起带走。叶总，我也是被逼的。叶天，做鬼也不会放。那你也要先做了鬼再说。吴杰一个人瘫在地上，我蹲下来看着他。吴总，这就是星海的标准，达不到就得付出代价。毁了，全毁了。
不是我毁了，是你自己的贪婪毁了。回去准备破产清算吧。吴杰失魂落魄的走出星海大厦，我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，俯视着像蚂蚁一样的他。林渊站在我身后。少爷，要不要赶尽杀绝？既然开了头，就要做到底。他不是喜欢封杀别人吗？那就让他尝尝被封杀的滋味。我拿出手机拨通了几个电话。喂，张叔，对，是我。小天，那个吴杰贸易，以后别跟他们合作了。对，人品有问题。喂，李伯伯，听说那个吴杰还欠你们银行贷款，是不是该催一下了？好嘞，改天请您吃饭。喂，王导，我要实名举报。吴杰刚回到公司，电话就被打爆了。吴总，银行说要抽贷，让我们3天内还清2000万。吴总，税务局的来了，说要把账本带走。吴总，所有客户都发函说要解约，还要我们赔偿违约金。吴杰听着这一个个噩耗，只觉得天旋地转。叶天，你好狠！他想起当时他在电话里封杀我的样子，全行业封杀叶天，我看谁敢录用他。那句话像回旋镖一样，狠狠地扎回了他自己身上。我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钱来发的朋友圈，我笑了，在底下评论了一句：当初我的半扇猪好吃吗？钱来秒删动态。几天内，吴杰的公司就从门庭若市变成了门可罗雀，员工们都在搬东西离职。我坐在对面的咖啡厅里，透过窗户看着这一幕，手里拿着手机，刘丽发来的消息已经刷屏了。叶天，我们和好吧。其实我一直爱的都是你，是钱来逼我的，我不答应他就要开除你。呜呜呜，你在哪？我想见你一面。看着这些消息，我只觉得恶心。这个女人见风使舵的本事真是一流，以前我怎么没发现她这么绿茶呢？我回了一句：我在楼下星巴克。不到2分钟，刘丽就气喘吁吁的跑过去。她今天特意没化妆，穿得很素，试图装出楚楚可怜的样子。叶天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。她扑过来想抱我。刘小姐，请自重，我有洁癖。叶天，你还在怪我吗？我是有苦衷的。苦衷？是只为了保时捷陪那个老男人吃饭吗？你都知道了？我不光知道这个，我还知道你跟钱来也没少干缺德事。不，都是钱来指使我的，我什么都没做。叶天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以后只爱你一个人。我看着他拙劣的表演，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，原谅你也不是不可以。真的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钱来手里有一本吴杰偷税漏税的原始账本，你知道在哪吗？账本？我知道，它就锁在保险柜里。那就好，你去把账本拿来给我，我就考虑跟你复合。好，我去，为了我们的将来拼了。深夜，刘丽潜入吴杰已无人看守的办公室，我坐在车里，通过刘丽戴着的耳机指挥他。左边第2个柜子，看看有没有。没有。叶天，这里好黑，我害怕。怕什么？想想你的豪门梦，这点胆子都没有，怎么当星海集团老板娘？为了老板娘拼了！我差点笑出声。这女人贪婪果然是第一生产力。刘丽终于在吴杰办公桌的暗格里找到了那个保险柜。找到了，但是有密码。试试钱来的生日，或者是那头猪的重量。别开玩笑了。试试1234566。吴杰那种猪脑子，设不出什么复杂密码。刘丽颤抖着手输入1234566，滴的一声，保险柜开了。开了，真的开了！你太神了。不是我神，是他们太蠢。刘丽拿出一个黑色的笔记本。拿到了，我现在就出来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了脚步声。有人来了。躲到桌子底下去。进来的人竟然是钱来。钱来鬼鬼祟祟的进来，显然也是来拿账本跑路的。他直奔暗格，却发现保险柜门是开的，里面空空如也。卧槽，账本呢？哪个王八蛋偷了老子的保命符？刘丽躲在桌子底下，大气都不敢出。突然，他的手机响了，铃声在寂静的办公室里极其刺耳。好啊，原来是你这个贱人，把账本交出来。不给，这是我给叶天的投名状。投名状？你以为叶天还会要你这种烂货？他是在耍你，快给我！你才是烂货，你全家都是烂货。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跟叶天分手。两人扭打在一起。钱来虽然胖，但刘丽为了老板娘的梦想爆发出了惊人的实力，又是抓又是咬。啊！我的脸！你个疯婆子！车里的我也看够了戏，拨通了报警电话。喂，110吗？我要举报，有人入室盗窃，还打架斗殴，地点是……碎了。刘丽抱着账本冲出了办公室。你个贱人，老子打死你！他忍着痛追上去，一拳打在刘丽脸上。啊！你敢打我？我跟你拼了！他像个疯婆子一样，抓起桌上的烟灰缸就砸。砰！烟灰缸砸在钱来头上，鲜血直流。血！我要死了！住手！都给我抱头蹲下！执法队同志，他杀人，快抓他！执法队叔叔，救命啊！他要欺负我！少废话！有人举报这里入室盗窃和斗殴，都带走！拜拜！刘丽看到了我，眼神绝望。
前来看到了我，眼神怨毒。这一晚真是精彩，不仅拿到了账本，还顺手送了他们一副银手镯。执法局，我作为报案人去做笔录。那个女的声称是受到了你的指使去拿账本。执法队同志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我跟他早就分手了。再说，我一个正经商人，指使他偷什么账本？那这是什么？执法队拿出流离慌乱中掉在现场的一个 U 盘，我不认识，但我听说无节公司涉嫌偷税漏税，这会不会是证据？建议你们转交给税务局。会议室，几个工作人员正在查看 U 盘内容。天哪，这里面的账目太触目惊心了，偷税金额高达几千万，还有大量的行贿记录。严查，必须严查，这简直是无法无天。真的是叶天让我去的，他为了账本才答应跟我复合。蠢货，还没看出来吗？他就是想利用你，我们都被他耍了。叶天，你不得好死！吴杰正在另一处豪宅里焦急地踱步，他联系不上前来，也联系不上刘丽，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。前来。吴杰打开门，却是一群穿着制服的税务人员。吴杰是吧？我们是税务局的，有人举报你公司涉嫌重大偷税漏税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我不走，我没有偷税，是误会。证据确凿，是不是误会？回去慢慢说。透过车窗，吴杰看到了不远处的人，我也正在看着他，四目相对。吴杰的眼神从恐惧变成了绝望，最后变成了疯狂。他突然挣脱税务人员，冲向旁边的高楼。叶天，是你逼我的。天台上，吴杰站在边缘，风吹乱了他的头发。楼下聚集了大量围观群众和消防车。让我跟他说两句，我是债主。吴杰看到我，情绪激动。别过来，再过来我就跳下去。跳吧，这里是20楼，跳下去大概率会摔成肉泥。就跟你当初发给我的那半扇猪肉一样。你一定要逼死我吗？我说了，没人逼你，路是你自己走。姐夫，别跳啊！你跳了我怎么办？吴杰看着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舅子，气不打一处来。都是你，要不是你贪那点钱，要不是你得罪叶少，我能有今天吗？我哪知道他是叶少啊！姐夫，你也别怪我，主要还是怪你自己贪心。怪我？我供你吃，供你喝，你现在怪我？我先杀了你这个白眼狼！两人在天台边缘扭打起来，执法队赶紧冲上去拉人。我站在一旁看着这场闹剧，摇了摇头，真是一出好戏。一场闹剧终于收场，吴杰和钱来被执法队死死按在地上。钱来，你不得好死！姐夫，我错了，救救我！都老实点。二位进去之后好好改造，争取下辈子做个好人。哦，不对，下辈子别做人了，做猪吧。我喜欢吃猪肉。本市著名企业家吴某因巨额偷税漏税被捕，其小舅子钱某涉嫌商业贿赂及故意伤害罪，一同落网，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。我坐在办公室里，看着评论，微微一笑。我回复了一条：这猪肉真香。少爷，事情都处理完了，吴杰公司已经申请破产，被我们收购了。做得好，改个名字叫佩奇贸易。好的，少爷。一切尘埃落定，老妈给我打视频电话。儿子干得漂亮，没给妈丢脸。那是，也不看是谁儿子。既然气也出了，碗也闻够了，是不是该正经上班了？妈，我想休息一段时间。休息什么？家里还有一堆事呢。正好我们在 S 市新开了家分公司，那边管理有点乱，你去整顿一下。又是整顿？妈，能不能给我个清闲点的活？行啊，那你回来相亲，张阿姨的女儿。别，我去还不成吗 ？S 市新的挑战，这次我不打算再装什么穷光蛋了，太累，我要用真本事让那些不服的人闭嘴。但是命运似乎跟我分公司，我穿着休闲西装，大摇大摆地走进公司。哎，你是新来的实习生吧？怎么不穿正装？我是新来的总经理。总经理这么年轻，开什么玩笑？总经理还在路上呢。看清楚了，叶天，你是叶总。HR 态度瞬间大变。哎呀，叶总，对不起，我看您这么年轻，以为是实习生呢，快请进。可，大家停一下，这位是新来的叶总。一个留着红头发的年轻人把脚翘在桌子上。叶总，切，又是个关系户吧？我不喜欢有人把蹄子放在桌子上。哟，小子挺狂啊！知道我是谁吗？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我只知道，从今天开始，这里我说了算。那咱们走着瞧。看来不管到哪都有这种自以为是的刺头。既然来了，
那就好好玩玩。赵强故意迟到1小时，我也迟到1小时。叶总，迟到了要扣钱的。没事，我是老板，规矩我定。从今天开始，上班时间推迟1小时。赵强故意在会上挑刺。叶总，这个方案不行啊，太老土了，客户不会喜欢的。是吗？那你有什么高见？我觉得应该这样。说得好，既然你这么有想法，那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了。3天内做出来，做不出来就滚蛋。3天？这不可能。怎么？怕了？刚才不是还挺能说的吗？行，3天就3天，要是做出来了，你得给我道歉。没问题，要是做不出来，你就去扫厕所。赵强抵着黑眼圈，拿出了方案，虽然还有瑕疵，但确实比之前的强。我看了一遍，点点头，还行，勉强及格，不用去扫厕所了。我怎么感觉被 PUA？ 做出这种刺头，就得比他更好，还得让他服气。经过几个月的整顿 ，S 市分公司焕然一新，业绩翻倍。赵强现在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，虽然嘴还是欠。叶哥，今年年终奖发什么？不会又是猪肉吧？差不多。今年大家辛苦了，年终奖每人半扇猪。叶哥，别玩了。不过嘛，是这个猪。我一挥手，李小姐端上来一个个红色的盒子，众人打开一看，是纯金打造的猪挂件，每个巴掌。叶总牛逼，叶总威武。大家正在庆祝，门口保安拦住了一个衣衫褴褛的人。走走走，这儿不是要饭的地方。那人抬起头，虽然脏兮兮的，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。前来看着里面的热闹，又看到了台上的我，眼神中没有了当初的嚣张，只有麻木和羡慕。叶哥，认识？以前的一个故人。前来看到我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。他转身想走，等等，前来停住脚步，没敢回头。饿了吗？前来点了点头。去食堂给他弄份饭，要红烧肉，多放点肉。好嘞。前来蹲在路边，狼吞虎咽地吃着红烧肉，眼泪掉在饭里。我站在不远处看着。叶哥，这人谁呀？怎么感觉你对他挺复杂的？一个教会我成长的人。如果没有他当初给我的半扇猪，也许我现在还是那个混吃等死的富二代。半扇猪？啥梗？以后有机会讲给你听。前来吃完了饭，冲我鞠了一躬，默默地走了，消失在风雪中。我转身，身后是灯火通明的公司。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，但我知道这只是开始。属于叶天的时代才刚刚拉开序幕。